欢迎收看独立特派员。这个星期，我们首先要来看一则很特别的报道。大家应该还记得，过去几年台北市内湖区的大湖一带，每逢豪雨就经常造成淹水，甚至人命伤亡的灾情。因为这块区域原本是农田水利灌溉系统的排水末端，30多年前有财团买下这附近的一块基地，打算开发。没想到填土之后，让这个本来就对环境相当敏感的保护区更加脆弱，有几年甚至是逢水必淹。附近农民因为作物遭殃，更是苦不堪言。而就在10年前，知名的社会福利团体慈济基金会辗转取得了这块基地，准备在这里新建医院。但在当地居民抗争下，虽然医院不盖了，但是对于这块地未来要怎么处理，会不会继续开发，慈济却始终没有给当地居民和社会大众更清楚的交代。今天的这则报道是由一位民间的影像工作者所完成，独立特派员首次透过专业新闻记者以外的视野，希望从公民关心公共事务的角度来披露政府与慈济在这个对环境有不良影响的开发案当中出现的不易与盲点。台北市内湖区大湖公园旁的这块基地，现在仍是台北市土地分区使用管制中属于保护区的范围。佛教社福团体慈济基金会正准备将保护区变更成社会福利特定专用区。目前，慈济计划在该地新建国际志工大楼。基地后方仍住有30多位居民。2007年10月6日，强烈台风特罗莎迫近台北。1天之内降下200多公里的雨水，基地下方的涵洞无法将瞬间汇集的雨水排出，基地后方农民的作物淹没在排水不及的豪雨之中。为何慈济要选择一块保护区的基地上新建社会福利专用区？慈济为了开发案坚持了10年，为何10年前居民公投反对，10年后环保团体抗议下，却仍然坚持开发？慈济内湖开发案到底隐藏了什么问题？开发基地位于山坡齿状延伸地形与盆地交接处，基地原是连接大湖的2块小湖，又称为溜地，是早期灌溉用的塘皮。这边是七星水利会那个以前台北非常重要的灌溉系统，它有个皮。这边很多农民都世代都聚在，那都是那个水路的那个最末梢，当然就是一个比较环境敏感地区。溜地上游属于米粉坑溪与大沟溪的流域，由于是谷地集水区与顺向坡地形，整体基地范围都属于环境敏感地带。早在民国62年，七星农田水利会就将该地卖给了新路观光公司。对，听说也是他们好像官家子弟的。所以讲你就变讲，有时候变成左手搬到右手，右手又丢给左手，那单来单去安尼。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很不合理。当初在耕种的时候，它实际这一块的话，它是一个湖泊嘛。那湖泊的话，我上面其实这个绿白色这个格子状的话，是我们种植的东西的地方嘛。后来就是非法填土，非法填土之后，对不对？上游变成说会淹水。下大雨连下个3、4天的话，它就是会淹水。如果淹的话，对不对？它其实淹的话，差不多淹到鱼高。你这边在种什么东西也没有办法收成啊。然后你辛辛苦苦，你这样跟那个播种，然后新路公司在未经政府核可的情况下，将仍有滞洪功能的溜地填高5到8公尺，违法经营了翡翠湖俱乐部。然后本来这边全部都是湖。对，这个就是他们北基地，都是湖。他们原先低于我们的田3公尺，现在填起来高我们2公尺，所以我们变成低洼地区。这块基地当初当然新路开发公司他买了这块地之后，他有2度的一个申请。第一次申请是要规划要盖大楼。要盖住宅，然后因为这个部分当初有这些比较资深的国代，我们有大武山庄这边就是资深的国代反对他这样一个开发案，
所以它这个部分就没有完成。紧邻翡翠湖俱乐部的是国会山庄，是当时执政的国民党为了安置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用都市计划变更的方式，将同属于保护区的山坡地变更成住宅区。民国68年动工兴建国会山庄，现则称为大湖山庄。民国86年，慈济向新路观光购得土地，准备兴建儿童医院。根据《新新闻》杂志606期的报道指出，当时台北市都发局副局长李凡彦先生说，保护区是可以开发的。那再来是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规则，讲得很清楚啊。保护区是做什么用？为国土保安、水土保持、维护天然资源及保护生态功能而划定之分区。所以我就问台北市政府嘛，你为什么会同意？当然，台北市政府一定告诉你说，没有同意啊，我们现在在都委会，我们尊重委员的决议啊。好，可是问题是我们从这个一系列的脉络里头，我们可以读出台北市政府你心里头在想什么。慈济购地不久后，温妮台风侵台，在汐止开挖山坡地与顺向坡新建的林肯大郡因此崩塌。当时大湖公园因水闸门未开启，造成大湖社区严重积水，社区里左家山口因此溺毙上升。温妮风灾后，内湖当地的居民举办公投抗议慈济新建医院，建议新建水保公园。居民抗议后，慈济医院的规划因而转到台北县新店动工，但是违法填土的基地政府并没有处理，基地环境敏感的特质也并没有消失，周遭积水的问题当然也没有改善。民国90年纳莉台风来袭，时间是17号的早上，我们从画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湖山庄附近巷道住户指着地下室说，昨晚2名青年就是在这聊天，大水轰的一下把2人冲进地下室。水到底是怎么来的？住户领着我们找到这罪魁祸首。现在的他看来平静，但从住户拍下的照片与时间，我们清楚看到，不过短短几分钟，洪流就漫过堤防，淹没民宅。因为这一次高度比较高，而且又连续淹了2次，那台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过境。而台北市大湖公园对面福元宫的庙祝则无奈地表示，这是他看过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应该这个平啊，过一个就忘记啊，以前拢唔捌安尼啊。水面上有没有什么垃圾啦什么的？足多哦，垃圾足多哦，因咧厝仔内底垃圾拢嘛流出来。为了防止灾害再度发生，大湖山庄上游以生态工法整治了米粉坑溪与大沟溪。虽然大湖山庄淹水情况已经改善，但今年6月的一场豪大雨以及秋台科罗沙，还是造成基地后方低洼农地淹水，农民淹水问题无法解决。而慈济内湖社会福利专用区开发案正准备在台北市都市审查会议中闯关。除了环境敏感问题以外，社会各界遇到慈济开发案也同样非常敏感。当有媒体记者报道慈济开发相关问题时，却往往会因为种种因素，让新闻无法见报。对慈济是有负面影响的时候，他们会先去消音跟消毒。他们会用2种方式，一个是打电话到报社高层，除了对记者的小动作之外，会打电话给报社的高层，或者是电视台的高层、媒体的高层。第2个动作就是亲自的拜会，可能是社长，可能是董事长，可能是电视台台长、广播电台台长等等，不一定。那这2个动作是非常的有效。只要他去电说明了之后，通常这一则新闻隔天的命运就是再见。我们向慈济求证，发言人何日升表示，慈济不会进行任何关说，只是尽力提供媒体相关资料。但是为何10年来，内湖慈济开发案经过8次都市计划审查会议后，仍然争议不断？主席，我一定爱开发家，但是你应该去想哦，如果就是这样丢着，对应后面会有帮助吗？我跟你讲，那种水泥地铺在那边有没有帮助？你去想。如果你刚刚已经讲可以不开发嘛，那是我们自己。如果你大概居民哪种反对，没关系，不做。但是廖先生，我跟你讲，其实讲这个你是你的环保的概念，我跟你讲，我认同你的学养，但是有的事情的做法，我就感觉讲，有时候我很难去
家己讲要搁家己讲什么话，还是讲来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因为你的理想甲想法，甲我想的无共款，甲我想的真正无共款。你可能是一个环保的乌托邦一样，我无法度去。对技术解决一切事物，我看当然你是正经出这些问题，我不会苛求你们。我看到的是台北市政府应该要面对的保护区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来找慈济谈？因为慈济在台湾社会具有正面的、积极的力量，而且慈济刚好又拥有这一块台北市环境敏感、很多因素交杂在里头的这块敏感地、这块保护区，所以这正是台北市民，这正是台湾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机会。如果慈济愿意的话，我愿意找很多的学界的人，找很多的环保团体的人，跟里长合作，跟陈大哥合作，跟慈济合作，让这块基地成为真正的保护区，就跟小纪讲的环境信托的概念是一样的。然后你让我讲完哈，然后透过慈济的教育系统，透过慈济的媒体系统，来让台湾社会大多数的人了解什么叫保护区，保护区的意义跟价值到底是什么，这才是全台湾社会最大的善。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有很多的落差，是说专业者在做这件事情服务的时候，是不是早就有很清楚的目标，所以变成说要给那件事情的答案而去帮他合理化，还是说我们可以撇开那些束缚，去给一个真的答案？10年前，台北县汐止林肯大郡倒塌；6年前，台北市天母也有保护区变更住宅区的6之6案例。最近，新泰隧道上的中埔山也有开发案。这些案例都一再挑战政府与开发单位如何诚实面对环境正义与人民权益的问题。不管是社福团体或商业开发单位，都不该只是为了开发案力求突破都市计划审查或闪避环境影响评估。政府是否真能替人民生命严格把关？公民大众是否有了解周遭公共议题的机会？我们也希望借由内湖慈济开发案，再度检视政府与民间社福团体的问题。灰指甲的造成并非一时一日，治疗灰指甲也不能急就章。因为自己的忽略与漠视，我们可能也是灰指甲感染的病源。不论开发案通过与否，或许我们能再花点时间，再用点气力，参与并了解生活周遭的公共议题，让自己的声音不会再度淹没。上人的这个观念，要保护这个大地。其实实际如果来富裕这块地，这积极性会比建房子的积极性对我们台湾的社会跟整个世界的这个影响大得多。这个不做比做的建设性，是我个人觉得非常大。我很不幸的要报告说，我昨天接到电话，我很讶异，连慈济这样的单位都会，要来跟委员说，如果你最好不要发言。我希望慈济作为一个台湾的模范生，不要再继续做这种事情。